揭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，吴川的年例让一桌饭活色生香，兴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，香港的包子让一座山横空出世，烧火龙、吃年例、抢包山、赏花灯，热热闹闹，美食相伴，祈福纳福，老广的味道之添丁发财。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，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。广府、潮汕、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，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，与过去话别，与未来相遇。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，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，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。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，凝聚人心，连结血脉。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，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。莺歌舞在2023年成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顶流。人们很难想象，在远离中原的潮汕，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。舞者化身好汉，扬正义邪，祈求吉祥平安。另一边，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，一气风严。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，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，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。临近春节，揭阳桥南村祠堂前，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。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，今年是1號龍的龍長。自由拎啊40啲，領頭隊差唔多要30斤，拎多時10華斤，領杯多時20斤個斤。王自由拎只係叻行玩啊，沙流拎住就300斤多啦。舞龍傳承了600多年，已經融入生活，成為習慣。停辦3年後，今年再度起舞，家家戶戶熱情高漲。只係攞魚冇啦，直啲嗌牛，做咩直落湯落啦？春節最用心的食物，才能襯托最隆重的儀式。林玉凱的家人也同步忙活開了。時節做時果，年果最為講究。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備的果品。林玉凱和妻子王三英都是廚師，廚藝自然了得。不過製作傳統美味，還得家裡的老師傅林兩奎坐鎮。一洗頭光就好，除啲啲行咗摸卡狗。就新鮮啦。一聽日就會變咗多家。那人熱人開，又熱糟就自己走糟，那個就錯苗錯哇。乒乓果的餡料十分豐富，是冰胚麸、芝麻、花生碎等混合而成。乒乓果原名冰胚果，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，导致误传，好记又好念。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。按时只果的嗡嗡的暗暗的，这样鸟啦。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，就是迎春的佳肴。但本地人更喜欢炸。乒乓果晾凉，裹上蛋液，放入油锅炸制，表皮微微膨胀，
酥脆软糯，滚烫留香。可盐可甜，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。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，一种是包菜馅儿，包菜切碎，加入蒜苗、五香粉调和，再混合虾皮提鲜，用猪油搅拌。另一种是韭菜馅儿，新鲜韭菜切粒儿，直接加入猪油混合。菜果的馅料松散，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。要在粘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，然后趁热反复揉搓。切这就烧，现在糟，看硬什么？你这如烧如好。取一小团果皮，捏成碗状，放入馅料，收口包裹，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。这个小零咩超十咩，你喺點點好多多超十咩就真，也真點就真，改性不過。对潮汕人而言，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，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，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果。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，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。好，哇，高。新鲜出炉的菜果，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。咬开一个小口之后，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，惹得人馋，顾不上烫就下了嘴。好食好食。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。团聚的日子，各种美食轮番登场：煎蚝烙、煎无米果、炸酸甜鱼。林玉凯再忙，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。用心做饭，在家吃饭，是中国人的执念。阖家老小齐齐整整，边吃边聊，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。好食啊，買煮聲好嘛？吃完饭，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。入夜，祠堂门口人山人海，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，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。沙雕大師，我哋驚人哋啦，睇你落個食板凳就驚。一声令下，3条龙浩浩荡荡出动，整个村子沸腾起来，一场狂欢拉开序幕。我係硬拎下傾下名啊，唔係我喺度啊。3条龙的出行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。作为龙长，林玉凯要带领1号龙闯过人山人海，绝对不能迷路。重达60-70斤的龙，需要队员们轮番上阵挥舞。除了3条龙，桥南村还准备了3只凤、18尾鲤鱼以及大量彩旗相伴。追着游轮奔跑，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。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，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，祛病驱邪、迎春纳福，图的就是热闹。
每逢鞭炮声响起，游龙便要停下来，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，将气氛推向高潮。给龙身绑烟花，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。啊，咪猜就執咪摸呢個，呢個咪視同學因喎，呢個今日拆你個名字係乜嘢？仲係乜正果茶？差唔多拆啦，拆啦，差唔多直拆掉，直燈。我舊時總會家嘅話，你買係線從冇接下雞，或者有回啲，會有總線，誒再傾啊。连续5天，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，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、鲤鱼身上搭架子，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。这是全村的大事。相比举着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，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。单是给近5万支烟花捆上引线，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。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，这是同宗同姓的骄傲。參加冇拎要拎，點樣能上升空？食咩動作啊？沙師娘？你要不要升空？升空，你做咩做得一弄下地方这就过来修啊？全村人齐心协力，一呼百应。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，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。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。这该传统吼，烧灵后吼，迄就转下来直接过件，就吹着好侪张，迄就来塔就来做。虽然不是潮汕人，但多年耳濡目染，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，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。果仔其实就是果条，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，再切成零块，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。持续奋战后，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，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，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，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。大年初10，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，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。衷心的感谢。烟花秀是前奏，彩龙闪亮登场才是高潮的序曲。火把引路，龙珠前导，随着龙头的火线被点燃，整条彩龙迅速化身绚丽的火龙，万千支烟花瞬间齐发，现场一片火树银花。队员们打赤膊，穿短裤，头戴竹笠，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，奔跑如飞。彩龙穿越云雾，盘旋腾跃。桥林烟花火龙，俗称烧龙，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，起源于明朝末年，桥里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，庆祝胜利的方式。
经过几百年风雨，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，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。在响龙、彩凤、锦鲤的次第登场中，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。这2个月，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，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。等到近4万多围观者慢慢散去，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。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，提前做好的果仔，辅以熬制好的鸭汤，加上肉丸、鸭血煮熟。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，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。吃一碗果仔是烧笼后的保留环节，寓意平安的同时，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。老小人在过天就能弄。如只但装启动这个队员，要吃不错，就跳槽落去，就该一光停停了，应该3天5夜嘛。所以大多時就小人啲時頭或者慢慢落。我小們喺嗰度做咩事，這樣就像我一樣。這個是放下游龙的那一刻，他们知道。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，或许要等上几年，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，不会随着烟花散去。在粤西，年例大过年，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摆宗台宴亲友活动，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。在湛江吴川，更是年年有、月月有、村村有，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。春节假期，从白天到黑夜，吴川人不是在吃年例，就是在去吃年例的路上。院子里搭起灶台，相聚团圆，联络感情。茶余饭后逛花街、放烟花，都只是年例的基础版本。在湛江，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例，堪称惊世骇俗。过火海这种民间傩祭习俗，流行于两广民间。湛江雷州半岛的过火海，不但需要一个人用嘴咬着烧红的铁犁头，还要一群人赤脚踩过火场，直到将火堆踩平、踩散，并将火种带回家中。阿換你睇個nhà成功，你嗰啲路記下咯，全部擺開嘅。有人节日快乐，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港的自觉。每一桌年例背后，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。吴川本地名厨歐日華就是其中一員。迎嚟嘅時候好忙㗎，上一單做完嗰工即刻就趕下單，有時候凌晨1、2點鐘過來㗎。有時候同時一日成10單嘅都有。年例的特色是定制，從菜市到場地需要提前1個月準備。每次大宴席前，歐日華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鮮市場看貨。在這裡，市場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預測的。因為呢幾日咧比較淡季啲，冇乜日子，冇人做酒啊。平常咧有日子就做人好多貨㗎，人生人海啦，行唔行得過㗎？
地处雷州半岛，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丰饶的海产，也培育出刁钻的味蕾。海南馬交，係啊，馬交中嘅天花板。膠草，佢哋龍蝦做酒做酒石啦嘛，嗰啲又點解五靚半重？係嗰啲天然蝦，幾靚啊，幾透明啊！因為佢哋點解啦？一流。家有喜事，定下吉日，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，是吴川人的传统。欧日华做厨师30多年，客户众多，不少订单甚至是1年前确定的。最高纪录，他一天接过15单，超过300桌。手下几十个厨师和100来个杂工轮转接力。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，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，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幾套。我實係經驗啊，叫出嚟飯店幫手啊，跟我老豆學嘢㗎。我老豆之前都係做過行㗎啦，做酒樓㗎啦。年例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。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，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。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，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、切断、浸泡、预炸成型，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。炒锅、蒸锅各司其职。下午2点。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，年例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，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，甜中帶鹹，香軟滑糯，主打一個好意頭。八寶飯呢時間前接師傅啊，炒緊得米，你炒到過能冇口感，炒八寶飯最重要有口感。我哋米已經炒到吸咗水分啦，好有光澤，都 OK 嘅喎。熱起嚟嘅喎。蝦米、奸人、芝麻、叉燒、臘腸。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，翻炒快，这样才不会粘锅底。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，使到糯米软滑，饱吸配料滋味，格外滋润鲜美。马椒鱼丸也是年例必上的家常菜肴。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，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。作为欧日华的年例招牌菜，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。挑戰嘅馬膠都係用白海撈海南魚咯，膠質特別足喎，香滑脆咯。只需4刀，耗時10秒，就能完成一條馬鮫魚的處理。鱼丸要爽口，控制温度是成敗的關鍵。細嘅温度啊，冇細高啦。馬鮫魚其實温度一高佢就實膠啊。馬鮫魚丸用料簡單，搭檔只有油、鹽、水3味。根據製作時的天氣、温度以及馬鮫魚的品質來調節它們的比例，這只能靠廚師的經驗判斷。即使同為馬鮫，每次做出的魚丸都會有微妙不同。為了保證出品穩定，歐日華甚至連魚丸的大小都研究過。大個比較有口感啦，魚味比較濃郁啦。你係細那個，佢就冇口感啦。比乒乓球還大的馬鮫魚丸，煮熟後要試味兒，得肉質滑爽、Q 彈中帶點柔脆，才符合標準。做好的魚丸可以和西芹同炒，也可以下鍋滾燙。嗰啲好原生啊，你口感都好噶。佢哋馬膠特別靚嚇，馬膠靚真係。吳川人把年例作為迎來送往的待客之道，自然培養出一批廚藝爐火純青的廚師，競爭日漸激烈，接單靠的就是口碑。擺酒做起事都請嘅嘛，演員啊、邀片啊啲嘢特別做得好嘅，真係特別做得好嘅。其實工藝又好咯，做啲味道又好咯。
今天的年历设在村里祠堂边儿。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，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。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，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，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。只要首先個選料一定我哋新鮮，邊個之後你肯定炒練個酥味個。腰卷别名腰缠万贯，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。腰是猪腰，卷是猪网油。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儿。要8次噶，使到個味完全冇晒嗰只噶，寫生你完全感覺唔到有個豬油味嗰只噶。腰卷不贵，关键是粗菜细做。猪腰在去掉皂糙味儿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，要腌制2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，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。对欧日华来说，这还是万里长征第1步。包起腰件啊，然後再蒸。蒸完之後呢，腰件好軟噶，一定會冷劇嘅，炸得好炸噶。而腰件一定會配搭個脆醬噶啦，攞麵粉落烤爐裏發啦，起碼發到4小時左右就 OK 個。發啱時間咧，一定會俾油啦，更香都脆嘅啦。6點半鐘啊，6點半鐘啊！行走年历江湖，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。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，把控流程，协调团队，一次年历下来，不亚于打一场战役。呢6點半鐘，基本上整事啦。40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份，16道菜立体式出菜，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。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、开笼取菜、炒锅颠勺、分菜摆盘，忙而不乱，这就是吴川年历的效率。打造一間5星級嘅流動餐飲係自己嘅夢想，即係把賓館嗰套個管理都本係外面做酒席，一定要升級。你有冇升級，市場就淘汰你個。坚守骄傲的最好办法就是具备专业能力。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证明。蒸好放凉的腰卷和发酵的脆浆，5个小时后相遇，一起进入油锅，炸至金黄。趁热切开上碟，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。上菜啦！6點打8，等時上菜啊！口令一起，上菜员鱼贯而出，顺序是价高者优先，烧猪、海味干货依次登场，八宝饭、青菜最后压轴。中餐整你嘅，大支啦嘛，老師啊，大支啦嘛。欧日华作为总指挥，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，菜要一道道上，首尾衔接。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。全部都就水龍上菜㗎，無論50台、100台、200台、300台，所有嘅菜式都保持個熱量，就係我哋個宗旨。你有冇熱量嘅菜式，你點食？腰卷上桌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。猪腰嫩滑有汁，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。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。佢嘅上菜速度係會快好多嘅，去到我哋嘅口入邊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熱嘅。佢係我哋波鋪最出名嘅大廚師，非常美，非常好。食客的讚美才是廚師的榮譽。大廚的頭面，歐日華從不掉以輕心。我哋廚師㗎。你自己都冇乾淨咧，你先要求人哋乾淨咧。
華哥，龍年快樂，龍年快樂，真係心想事成。接過朋友的賀禮，已是2024年的春節前夕。經營年歷不是歐日華的終極理想，他的夢想藏在新開的工作室裏。江南百花雞是粵菜經典，百花是指混合了豬油肥膘的蝦膠，把雞皮完整卸下，用蝦膠鋪平在內側。蒸熟後切塊勾芡，夾一塊，雞皮爽脆，蝦膠鮮滑。煎蝦則是家常快手菜，歐日華用橄欖油代替花生油、豬油，更能凸顯蝦的鮮味兒，嘗試尋求粵西味道的新突破。歐日華不斷升級，是為了一個5星級的流動廚房。這個夢想誕生在村鎮裡，醞釀在祠堂邊，扎根於親情中。那些和歐日華一樣的鄉野廚師，讓吳川這座城市仿佛擺脫了時間的束縛，留住了濃濃的傳統年味兒。在子夜時分，香港長洲島的寧靜被1年1度的慶典活動所打破。選手們紛紛湧上高達14米的包山，奮力爭奪9000個有着特殊意義的包子。喂，郭老闆，喂，點啊，來哥，訂幾多包啊？今年又應該正常嘅，多些少嘅平安包，就麻蓉餡嘅3擔半，5月26號攞。好靚齋粥啊喂！清晨8點，香港長洲島的一家粥館，彌漫着讓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，傳承100年的獨特口感。是顧客迎門的唯一理由。唔好意思啊，今日去長洲太平清醮食齋啊，只係賣齋粥。俾2份齋粥我。好。每年農曆4月初，僧哥的粥鋪總有3天停售所有肉類粥品，食客只能嘗到用玉米、乾筍、冬菇、蠔豉慢火熬成的齋粥。幾廿年都係咁食噶啦，都加個節日咯。邊啲食齋啊？佢哋整得好好食，生意好似爆過平時啊！食齋粥咧都係一個傳統啦，所以每年都會食一次。咁啊，街市都冇魚賣噶啦。長洲就蠔豉就係屬於齋嘅，好多鋪頭又賣啲春卷啊、炸蠔啊、羅漢齋啊、酸齋咁啊，連麥當勞都賣緊齋包啊！多謝晒。豬柳蛋漢堡餐。食齋啊！食齋啊！3日守齋期嘛。究竟是什麼節慶日子，讓全球餐飲連鎖店也入鄉隨俗，參與到長洲島的這場維持3天的齋戒日活動來？全部去晒平嗰邊先，要貼啲啊！在長洲齋戒日即將來臨之際，島民們都在為這場盛大的節慶活動緊張籌備。不論高低，不論老少，都係咁樂於翻嚟參與我哋呢個長洲太平清醮。點解呢？有個歸屬感。我長洲有一個太平清醮係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所以我哋係值得驕傲㗎。長洲太平清醮在19世紀末創始，據傳當時瘟疫肆虐，居民們仰望北帝神，祈求護佑，奉迎神像遊行，終於平息了疫情。自此以後，長洲居民每年4月就會上演盛大的清醮儀式。
祈愿平安长久。从正教的树立幡竿、清洗街道，到迎神祈福、神功戏，再到会景巡游和抢包山，太平清教活动为期3天。这3天，长洲岛最忙碌的人当属平安包的制作师傅。今日好似有70包粉翻嘅，落20包落康南，50包上呢度。聽日可能有蓮蓉翻。太平清教的前1周，郭宇全一刻也不得閒，因為按照往年的訂單，他需要在1周內完成3到4萬個平安包的製作。呢個係散嘅，甲級平安嘅。呢啲堂口嗰啲嘛，寫住嗰啲噶嘛。150噶嘛。70包，我叫肥仔。13歲入行當包點學徒，25歲接手師傅的店鋪。至今60歲的郭宇全，仍然堅守在中西包點的製作崗位上。剛剛你做咗夜賓，我哋管咗出邊先。賣腸仔先。新舊加埋有5間咯，我哋都有40幾。店鋪雖小，但品類豐富，獨具特色。郭宇全的餅不僅受到了島上居民的喜愛，還成為外來遊客必買的手信。這都要歸功於他在過去的35年裡，對於中式傳統糕餅的精心復原，還有對西式糕點的創新探索。摩羅酥蛋撻、椰撻咯，有啲江蘇餅啊、棋子餅啊。摩羅酥又被稱為甘露酥，它是物資匱乏年代的產物，是粵廚在有限的材料裡用極其少的分量研發出來的廣式糕點。時至今日，在大街小巷的包點鋪已經很難見到摩羅酥的蹤影。摩羅酥嘅餡咧就係麻蓉餡，傳統包山上邊嗰啲餡嚟嘅，比較好食些少嘅。長洲人老人家多，又冇咁甜，所以咪傳統餅家都先至有呢啲咯。我1年係只係做1次平安包，總店嗰度咧我就係賣蛋撻、椰撻啊、包嗰類嘢咯。在1年1度的太平清教活動中，平安包可謂是活動的最大亮點。每年清教開始前，北帝廟前都會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，用於供奉神明。在這些包山中，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宇全親手製作的。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難整嘅，由頭到尾我都係麵粉同埋嗰個師傅打嗰嚿麵打得好靚唔靚咯。點解要用麻蓉咧？因為麻蓉裏面有膏粉啊嘛，你穿起包山嗰陣時咧，嗰條繩咧就俾啲膏粉張住，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。嗰個包麻蓉餡佢就正常就係有油啦、糖啦、芝麻啦、膏粉啦。將餡料包裹在發酵好的麵團裡，再來半個小時的發酵，然後放進120度的蒸汽爐裡蒸製。出爐後再蓋上平安印記，既廉價又飽肚的平安包就誕生了。蓮蓉豆沙咯，麻蓉咯，咁個係幾隻嘅。係我哋今年賣得好啲就係黑芝麻咯。從搓粉到包餡，從蒸焗到蓋印，8個人從早到晚不間斷地重複着固定的動作，不敢有絲毫懈怠。新鮮出爐的平安包不能馬上送到北帝廟前上架，需要經歷攤晾和乾身，才能離開郭宇全的視線。攤得佢個包咧，有1日時間，吹得佢乾身咧就會穿得好靚嘅。等平安包攤晾乾透之後，再將其逐個串起，形成包串。穿包咧就最緊要同一個方向嗰個字，你係咁樣穿，你就個個都係咁樣穿。我哋擺咗上個包山上面咧，就變咗又倒轉咗，就唔靚噶啦。嗱，呢個包就吹錯咗咯喎，呢3個包我就唔要啦。
豆糕啦。一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，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。这3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，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。點清儀式就快開始啦！祝願長洲水陸居民神恩永佑，合境平安，香港百業興旺，繁華穩定。在激昂的鼓声中，常州太平清教盛典热烈地进行。渡轮载着一批批游客抵达，小岛热闹非凡，人头涌动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庆典最热闹时刻的到来。飘色是岭南地区的传统，融合戏剧、魔术、杂技、音乐、舞蹈于一体。香港常州飘色源于广东佛山。神像巡游，舞狮跳跃，飘色精彩。欢呼声、祈愿声、吟唱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，寓意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当岛上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时刻，郭玉泉仍然奋战在平安包生产车间里。因為大會聽日要派8擔包啊嘛，所以我要管埋最尾嗰6包俾佢哋。12點後齋戒結束晒㗎啦，所有嘢都開始食啲燒肉啊嗰啲咁嘅嘢咯，咁咪飲翻2罐啤酒輕鬆下咯。距離開齋時間不到半個小時，洶湧的人流向包山聚集。搶包山是慶典的最高潮。提供嘅協助，咁啊仲有咧就係旅遊發展局嘅為我哋嘅宣傳以及推廣等等。祝願大家咧就係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啊！比賽咧會喺凌晨嘅0時0分度展開㗎，咁啊請阿楊局長係準備4、3、2、1，馬上！凌晨12點，比賽的號角聲響起，男女選手們紛紛湧上高達14米的包山，奮力爭奪那約9000個平安包的珍貴機會。在激烈的角逐中，參賽者們拼盡全力，爭相從高處搶奪那份寶貴的平安包，一刻也不停歇。短短的3分鐘內，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數的選手才能榮登勝利的寶座。隨着結束的號角聲響起，標誌着為期3天的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。太平清教活動結束後，每一位街坊都能領取一份寓意着將平安帶回家的平安包。它不僅代表着身體安康，更象徵着神明的庇佑，讓常州人平安喜樂。太平清教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經過100年風雨，扎根於香港，飽含着常州人對生活的熱愛，對傳統的敬重。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，把平安的期盼包進暄軟的麵皮，醞釀出家國的
温暖滋味。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，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3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。上灯、舞龙、祈求财丁兴旺、生计红火，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。开工大吉，生意兴隆。爆竹声声响，炮纸满地红，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。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，为了陪伴家人，选择回乡创业，开了这家农庄。他即将迎来1年中最忙碌的时候。Hello， 爸爸在干活啊。从熟到熟悉，上灯，这是你客家人的传统。每年就做到2、300种子啊，包括下上啊，包括店里面做啊，就是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。老板，哎，新年好！在大镇村手艺好、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。清点好食材，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。哎呀，個上燈嘅呢就傳統嘅菜式就是另外嘅，茴香啊，或者釀豆腐啊、白芷先生啊，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讓自家選。但係呢，而且話介熟悉嘅嘅雞啲炒酒啊，雞啲炒酒最重要甜品就係自家嚟講。哦，咁最好傳統嘅文化挺傳統嘅。係。咁就麻煩你微信我咁啊個變動你再通知我啦。好，早點吃飯啦。多謝你啊，辛苦你了。好。興寧有一個傳統。賞燈宴中的雞炒酒和甜板這2道美食由新丁家庭準備。為了慶祝曾孫上燈，太奶奶第一個忙活起來，開封了這壇藏了2年的自製娘酒。哎呀，客家娘酒對了，這個送啊你呀，對吧？經過禾草燃燒、高溫炙烤過的客家糯米酒，口感香甜溫厚，暖胃養人。這是雞炒酒的必備食材。哎呀，2年嘅酒要炒，該啲炒酒。新丁爸爸當仁不讓，做起了當地名菜雞炒酒。這是客家女子產後滋補的必需品。選取1年左右的騸雞，刀工上講究粗刀大塊，不破壞雞肉的營養和纖維。老薑切片，熱油爆香，倒入雞塊猛火翻炒，高溫讓雞皮急速翹起，透出金色，鎖住肉汁，再注入娘酒，慢慢焖煮，讓酒香滲透雞肉。老薑辛辣，克制一切腥膻；娘酒温潤，暗地滋養。挺翹的雞皮，緊緻的雞肉，讓人欲罷不能。啊，該地炒就好甜的，好吃。不蒸甜板不過年，沒有甜板不成禮。甜板又稱大龍板，是客家人的年糕。香煎是甜板最勾人的做法，薄薄一小塊，熱油裡滾過，文火裡煎過，烙出2面筋，騰起滿口香。添丁是羅叔家的大喜事，上燈是宗族人口繁衍興旺的大儀式。羅叔向村裡的老師傅預定了手工製作的大花燈。哎，你好，洪師傅。聽嘅飯店啊，做好嘛嘛？做好了，加班加量做好了。咁為咗幾多點鐘？8點半就送你個搶給的吧？好，可以。辛苦你了，好，馬上來。70歲的吳桂蓮
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，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。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。仲有快到啊，都布置啊，搞装扮，起码2-3天。赏灯仪式用的花灯，灯身6面，分3层，贴满金童玉女，支架装点小花，男孩添白花，女孩添红花，寓意添丁发财、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。夜幕降临，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，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。旭日东升，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，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。吉时一到，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2盏大花灯，请回围龙屋。神殿快成，步步高升，快点时光，神殿。在一声声的祝福中，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。新的花灯缓缓升起，一盏悬于中堂，一盏挂在上堂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，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，更是对族群不断兴旺的期盼。新生命诞生，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。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。该你早就从那个长板升过来了。哦，可是，阿这给你上桌的呢，就刘太堂的就六张子，你留的呢就4张子，下张的就为14张子。准备工作做好了哈，大家齐心合力哈，好。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。客家酿豆腐呢，就係客家人嘅特色嚟嘅，就至少是釀出來釀蛋。热油将豆腐煎得金黄焦脆，再以凉瓜做底，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，炖煮入味儿。最后葱花点缀，里成。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地滋滋作响，香嫩滑溜，直下喉咙，妥妥帖帖。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，因此擅长料理山珍，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。猪蹄焖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，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。猪腳嘅提前焖好了，加牛客家釀酒，師傅是焖豬腳焖涼的。焖煮10分钟，猪皮软糯，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地切入，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。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，咬一口，油脂满嘴，安逸慵懒。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，他喜欢这种忙碌，新生命接踵而至，生意因此多了喜庆。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，峰哥设计了很多意头菜：粉丝蒸元贝，技艺锦上添花；油盐清蒸鱼，庆贺年年有余；香煎黄金糕，祝福步步高升。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，还要吃出好兆头。今天
添丁上灯，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男丁的渴望，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。一家添丁，百家同贺，求福、迎福、纳福。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，创造特色美食，传承习俗文化，守望相助，生生不息。因为山海的阻隔，老广有幸保留传统，代代相传。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，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，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，人间灯火，总有一盏在等你回家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